听音乐已走向千万双期待的目光凝聚在舞台中央，看群角在飞扬，日与夜酝酿的梦想就在这一刻终于点燃。多少次跌跌撞撞，终究没有退让，从未摇晃我进的方向。所有的星光为我闪亮，我创造属于我的辉煌。多少次泪在眼眶，我用微笑抵挡，告诉自己总会有答案。所有的掌声给我力量，梦想的彩虹就在前方。我用心捂住每一个希望。我是爱你的。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回去怎么面对大叔？怎么面对妞妞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小爱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负责任的，我一定会跟你结婚的。为什么？妈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不行，不行！我可以从来都不讲出来，既然讲了，我就要讲清楚。你虽然是我的女儿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跟你提起过我过去的事，还有我跳舞的事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成为最佳舞者？那晚离开酒店后，雨水不停地打在我身上。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？我在想，我怎么样去面对大叔？怎么样跟我的好朋友说，我跟她的男朋友发生了关系？
我再也不能成为舞者了，我完了，我的舞蹈事业完了。到天亮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必须去面对和解决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冲回酒店。很多人问我发生什么事，我避开众人的眼光，冲进房里。房外每一个人拍门叫我开门，但是我哪有脸开门面对他们，只有默默收拾东西。然后咬紧牙根去面对所有的一切。大叔，对不起，我辜负了你，你原谅我吧。这罐子不应该我保管，你好好保管吧。当我把罐子交给妞妞时，我的心简直在淌血。我离开了他们，我希望这世界从此没人记得我为爱雪。我想，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嫁给丁一山。我结婚了。可是，我不能叫我的金兰姐妹来做我的伴娘，也不能给我最敬爱的大叔敬茶。但是，结婚是人生的大事，我是应该开心的。我告诉自己要开心，我要做个开心快乐的新娘。谢谢妈。那家和万事兴，和和气气，我们等着抱孙子的啊。还有啊，要帮我管教管教他啊。来，帮我们算算红包。你负责点算收好啊。一山，做好记录。对面的老爷给了20块钱，隔壁街小头街那个张克荣医生给80块，100、30、50、100，还分了20块钱，很难得。爸爸，2400块，他们真的很慷慨。哎，对了，这里好像还有一个红包。是你姐妹给你的，拿去收下吧。拿去，不用了吗？收下吧。当我拿着妞妞给的红包时，你知道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吗？
生气吗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刚才的事啊，别装算了。我应该生气吗？为什么身体这么热啊？天气热嘛。你对我真好。待会儿我放水给你洗澡，你就会好一点。你呀，不止不会照顾自己，也不会照顾家庭。以前呢就算了，现在你娶了我，以后你的钱呢就由我负责。全部交给你。对了，你记得要喝凉茶，待会我泡给你，你要多喝点，对身体有益。好了，知道了。你刚才问我气不气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气。我现在是丁家的人，我也是姓丁的。那个红包，想用就拿去用吧。如果说我跟你爸爸没有快乐的日子，是自欺欺人。我们结婚后，一山争气很多。他是个好儿子、好丈夫，很尽力地维系这段感情，而且还肯到公司里帮忙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还不到1年，随着经济滑落，你爸爸的生意一落千丈。你做了这样的，你爷爷很担心，不知道是不是你爷爷给了他太大的压力，你爸爸感到惊慌失措。后来，他的朋友又一一出现，你爸爸也开始变了。他在朋友的教唆下，流连舞厅，喝酒，花天酒地，还去赌博。开始他还有赢钱，后来他朋友还拉他去玩股票，结果烧到了手。债主上门追债，起初你爷爷还帮他还债，可是他自己也越陷越深，无法自拔。我有劝他，他就是不肯听。甚至你爷爷病重了，每个人劝他不要去，他照样要去赌。我永远也不会忘记，有一天他要去赌，和你爷爷起了争执。他坚持要你爷爷拿出地契，你爷爷阻止，他就把你爷爷推倒在地上，抢了地契就走。而你爷爷气到昏倒，送进医院，医生要我们准备后事。那晚，我和你奶奶到他常去的赌馆，劝他见见你爷爷最后一面，可是他竟然不肯，只顾着赌。医生，你别再赌了，你才能够回家。别再烦我了，走吧，回家。那天半夜，你爷爷走了，我去报丧，还给他赶走。你爸爸赌到隔天中午才回来。2间店铺和1间咖啡店，一夜之间给他赌掉了。
输光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这个不孝子！你爷爷出殡那天，他也不来。过后，一回来就要跟你奶奶拿其他地契继续翻本。你终于舍得回来了。妈，这一次你一定要救我，要不然我会被人家砍死。你爸死的时候你不回来，你爸出殡的那一天你也不回来送他最后一程，你现在回来干什么？妈，我知错了，我知道对不起你们，我发誓以后不要再赌了。妈，求求你，你把屋子的武器给我好不好？我给了你，我住哪里呀？妈，妈，这一次你一定要救我，你不救我，没有人会救我了。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会给你的。妈，我是你的独生子，难道你也不救？你要看让人家把我砍死，你才甘愿是不是？你说。一山呐，你为什么要搞到这样子？你看你把妈气成这样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都是你藏起来的，是不是在你手上？你说。你这个不孝子，什么都不给你啊！总之这一次你们不帮我，不行的。快，把武器给我，把武器交给我好不好？你交给我！我再说，你放在哪里？放在哪里？不要啊！不要！快说！我嫁给你，以为有个新的开始，你却搞成这样，你令我太失望。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你先把武器给我好不好？你先给我好不好？给我好不好？好。不要给他！这是爸爸临终的时候交给我的，他叫我不可以给你的。就算我原谅你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也不会原谅你。那不要啊！不要！臭奶奶！妈，你从来没见过爷爷奶奶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。你爷爷和奶奶要是在这儿见到你，他们一定会很开心。为什么爸爸那么不争气？为什么以前听的跟现在听的完全不一样？为什么你从来就没有跟我说清楚？如果你是我，你也是会这么做。你爸爸输光所有东西之后，就从大屋搬到现在这间店屋。不止这样，他还想把这仅剩的咖啡店也卖掉。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。我只知道，他只想赌。你快说！你把武器放在哪里？你放在厅哪里？放在这里？还是放在这里？没有。你跟我说！没有。你说，你真的不想活了？到底放在哪里？没有。你说，给我站起来！
我知道你才在这里的，你给我说，没有，爸在哪里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去什么？去什么？以前带他去赌钱，去舞厅，去玩股票的猪朋狗友，看他没钱了，都不来找他，而他还不知道自己可怜。就在你3岁的时候，医生说他得了肝癌，剩下的日子不多。自从医生宣布你爸爸得了肝癌之后，你爸爸开始彻头彻尾地醒悟过来。可能知道时日不多，他变回了刚结婚时的丁一山。有一次，我买了一个杯子，贵了一点也给他骂。这杯最多是1块半，你去付2块半。不买都买了，就算了吧。要不是我有病，我自己去买可以省1块。别这样，是时候吃药了，我拿给你吃。就在我在拿药的时候，听见客厅传来砰的一声。当我跑出客厅时，就见到你爸爸已经昏倒在地上。一山，你醒醒啊！一山，你说话呀！李太太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如果你想带他回去的话，你就带他回去吧。医生说你没事，随时可以回家了。我可以回家了。现在我担心的是你跟你以后你们的生活怎么办？我们还有一间咖啡店，你不用担心的。辛苦了。对不起，小孩。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，好不好？你能原谅我吗？会。可是，我怎么可以原谅自己呢？为什么人临死之前要说这么多话？为什么人死之前才知道以前做了这么多错事？一山，只要你改过，我都会在你身边陪伴你，原谅你。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，好不好？你真的原谅我？会。包括我和妞妞的事。你和妞妞做了什么？我答应过妞妞，会把她带到坟墓里的。到底什么事啊？你还记得那天我打电话说
什么我喜欢你吗？我记得那天，妞妞也在我身边。第二天，我们去玩，去吃饭，最后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。这一切都是我和妞妞一起设计的。妞妞的用意就是希望你不能参加那天晚上的表演，而我是希望能够得到你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我也会去做。那天晚上，你打我，你要杀我。我是宁愿死在我喜欢的女人的手上。你原谅我，原谅我，小安，原谅我。我想不到我的好朋友会陷害我，我也想不到跟我亲如姐妹的人会用这种手段，一步一步一步地引我进他的计划里。我想不到从小一起玩到大，亲如姐妹的人会变成这样。我答应你爸爸原谅他，可是到今天我到底有没有原谅他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亲如姐妹的人，也是伤害我最深的人。妈，大叔，大叔。爱我对不起你。大叔，不要这样说。我本来打算把这件事埋在心里不说出来的，但是一讲出来，舒服多了。我会带妞妞来看你。你还要带那个女人来？你要去哪里？悠悠，悠悠，你去哪里？去找那个女人，去告诉她妈妈很辛苦，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我要替你出一口气。你要替我出口气，是不是？是。将奥克多的冠军赢回来。我
用心捂住每一个希望。小千，有什么事？半夜4点，什么事？是不是跟男朋友吵架呢？不是。那你身体不舒服啊？没有。那什么事呢？小千，过来。有什么事，跟我说。是不是我问你什么，你都会告诉我？嗯。不过，要看问什么。丁阿姨算不算你的亲人？为什么问这些？她跟你说过什么？她什么也没跟我说。那你想问什么？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进入奥克多歌舞团的。他到底跟你讲过什么？安提，他真的什么也没说。OK， 我跟他情如姐妹。有一次奥克多来招考，我赢了他。就这么简单？就是这么简单。我想知道的是，你和丁阿姨如何从青铜姐妹开始，到你进入奥克多为止的事情。你半夜来，就是要问这个问题。嗯。OK。我不管谁跟你讲过什么，我现在跟你讲的，都是我知道的。OK。好。那我就从陈生大叔约我跟小艾吃饭开始讲。他那天告诉我们有资格参加奥克多歌舞团。我跟小艾都喜欢吃烧鸭。那天大叔买了烧鸭给我们吃，还告诉我们奥克多要招考的消息。你知道我们有多开心啊！我不晓得小艾怎么想，但是我很想大声喊，我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。但是我还是没表现出来。那晚我和小艾都睡不着，也没讲话，但是小艾睡觉有讲梦话的习惯，半夜她在梦中说道：“你让给我吧，然后我要回台南见我的爸爸和妈妈。妞妞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很想得到这个机会。”我终于明白小艾心里想的是什么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去找大叔，我说把机会让给小艾。我还算不爱他，不让他，不爱护他吗？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，但是我没想到他也找大叔说要把机会让给我。大叔左右为难，便带我们到河边讲钓鱼的故事。难道小艾不明白大叔的用意吗？大叔是要我们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竞争。我那时牵着小艾的手发誓，的确是发自内心的。没多久，一个改变我们生命的男人终于出现了，他就是丁一山。他是我的观众，也是悠悠的爸爸，也是我金兰姐妹的丈夫。可是有没有人问过我，究竟爱不爱丁一山？当我开始留意这个男人，开始要跟他发展的时候，
小爱却横刀夺爱。他以为偷瞄一山，跟一山眉来眼去，我不知道吗？每次我要跟一山出去，他也要跟着去，要阻止我们进一步的发展。他以为跟一山摸手摸脚，我不知道吗？他以为吃了东西要一山给他擦嘴，我也不知道吗？其实我也曾经以开玩笑的方式提醒过一山，世界上没有一箭双雕的事情，他却不置可否。有一天，他到后台找我。这2块布啊，是我朋友从法国带过来的，你看，多美啊！为什么不给他？别这个样子吧，这2块布是特地给你买的。真的吗？你看，只有这块布才能衬托出你的雍容华贵，也只有你才能衬托这块布的高贵。这句话，你是不是跟每个女孩子都这样说？我只对你说而已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块布的。好啊，那你明天陪我去做衣服。明天不行，我爸爸要带我去谈生意，后天吧。好了，放过你了。我实在太喜欢那块布了。第2天，我迫不及待的自己拿那2块布到裁缝店，可是我却看到了小爱和一山在布里互相调戏。那块布和一山送给我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哎呀，让我出来吧，痛死人了！哎呀，弄乱人家的衣了，我要去洗手间。你要快点啊，我们要吃饭的。知道了，我今晚要演出，不像你这个大少爷。怎么会有2套？应该是妞妞来过。你擦嘴要擦干净一点。我会跟她解释的，你照她尺寸做好。可以走了吗？可以走了。哦。于师傅啊，我们走了。慢走。这里的牛肉很好吃的。牛肉还不是一样，什么5成7成的，怎么分呢？试试看，怎么样？很好吃。你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。是吗？一个我可不可以去爱的女孩子。我不知道是那个雪糕会喷火，还是我双眼在喷火。他们2人旁若无人的非常亲热，又有谁替我讲句公道话呢？一山看到丢在地上那2块布，找我解释。他说是小爱硬要他买同样的布料给他，我就相信了一山。他们2人也当我是傻瓜，是白痴，还是一直背着我做偷偷摸摸的事。当我看到小爱试穿的衣服，我不禁怀疑，一山送布给我是真心的吗？我记得那天是7月初5，演出结束后，我直接回饭店，我要好好想一想，发生了什么事。后来，我打算去跟大叔讲，叫小爱不要这样做，却见到大叔匆匆忙忙地离开，于是我就跟着他后面。原来他是去找 Mr. Robinson。基本上我们已经决定了人选。你们已经决定了？我们觉得艾雪不论身材、歌声
都比瑞雪好，尤其是他的声带和音域，很适合我们的戏。还有，艾雪比瑞雪小2岁，相信会更容易投入我们的歌剧《蝴蝶君》里的女主角。你骗我！我只是骗你。你过去不是这样说的，你说你会在7月初8来，是让他们2个做好准备。就因为没有准备，所以他们的表现才最自然。你这样的评价，我不接受。难道你不想让艾雪加入我们奥克多舞团？我当然想，但是我不喜欢你们那种不公平、不公开、不公正的做法。我要你们像以前说的那样，早一天来看他们2个的表演。你们以前的记录我不算数，你这样评选我不满意。Mr. Tan， 你这样很为难我们。我不答应。Mr. Tan， 坐下，可以商量的。这样吧，我们1人来1部。我7月初8再看一次。如果我们还是选中艾雪，我也不会反对。就算2个都选不上，我也完全接受。我要的只是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好。还有，我们今天谈论的，你不可以跟瑞雪、跟艾雪说啊，我不想影响他们2个人的心情。好。当我听到 Mr. Robinson 的话，我知道我已经输了。我知道不管自己怎么样努力，我也没机会成为最好的舞者。小爱就不一样，她将成为闪耀的明星。那晚狂风大雨，小爱睡得很甜，在梦中说：“丽珊，不要玩了，不要。”我知道她不但有机会成为最顶尖的舞者，还会从我手里抢走我心爱的人。我不知道我要服从命运，还是要扭转命运。第2天，我就去找于师傅。于师傅，妞妞，今天这么早？我的衣服做了没有？医生说，先做小爱的，再做。那我的布呢？找看，在这里。怎么会一模一样的？不知道。哎，妞妞不要剪，妞妞不要剪，不要剪啊！妞妞，妞妞。忘了多久没有一个人走走，忘了多久没有静下心回首，尝遍岁月的冷暖无休，有什么事不可看透？谁预料下一个路口是欢喜还是心愁？谁计较成功或失败？是否想搬到白头？梦想已被斟满的酒，已结实的是错漏。天价每处欢喜悲忧，都会溢出曾经的拥有。多少次放弃又